昭昭，别怕，爹不会让你跟着爹一起死，爹一定给你找一条活路。江大成，江大哥在家吗？大半夜的敲丧呢，血有贼呀！江大嫂，是我，陆风尘。当年我救过江大哥，也救过你家二公子，如今我遭了难，只求你们履行旧诺，娶我女儿过门。这100两银子是她的嫁妆。100两。999种田系统为您服务，宿主陆昭昭死于车祸，系统已自动绑定成功。保住宿主性命，扣除积分1000，当前积分负1000。快点进来。原书中，你会嫁给江燕轩，新婚当夜病死。江燕轩借你的嫁妆与陆家势力登上帝位，临育而成为皇后。而江燕青未来会黑化成最大反派。我是送了嫁妆就死的炮灰。宿主任务：辅佐原书男女主，阻止反派黑化。请宿主严格按照剧情嫁给男主江燕轩。我刚活过来，你就让我去送死？你这个系统是不是中病毒了？警告：检测到 SSS 级反派，姓名江燕青，未来身份权臣首辅，危险程度 SSS 当前恶意值10000，建议宿主立刻远离，建议宿主立刻抹杀。病弱美人，长得真好。宿主，请不要靠近反派，请按照原剧情嫁给江燕轩。爹，女儿喜欢这位江大公子。宿主，你要嫁的是男主，不是反派，我就要他。警告：宿主正在偏离原剧情，反派恶意值1万，一旦嫁给他，宿主必死无疑。那就看看谁先死。你别得意，等我爹和三哥回来，有你好看的。那就等他们回来再说。现在带路。难怪江老太非让我上山，这里哪是挖野菜，这是想让我空手回去挨饿。检测到宿主即将进山，开启打猎计时，每小时10积分，打到猎物可按猎物种类额外增加积分。请宿主努力干活，走上巅峰。就在这儿挖吧，能挖多少是多少。挖空期吗？往里走，带路。里面不安全，有狼，有蛇。那更该你走前面。凭什么？你认识路？就这儿吧，我累了。去摘吧，辛苦妹妹了。凭什么我挖？家里不是揭不开锅了吗？妹妹总不能看着婆母饿死。你欺负我！妹妹若不挖，回去我便告诉村里人，江家小女儿又懒又馋，家里没粮也不肯上山干活。听说妹妹日后要嫁大户，大户人家最重名声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。我回去一定告诉我娘，记得多挖点儿，不然今晚没饭吃的，可能就是你娘了。这里山林笼罩，少见阳光，正适合金银花生长。与其去摘野菜，不如去碰碰运气，看看有没有没被人发现的金银花。找到了。检测到宿主采摘药材，开启采药模式。宿主采摘药材成功，奖励采药熟练度加10，积分加1000。山内地图1份，系统空间1平米，1斤金银花可换取100积分。这才像个金手指嘛！骷髅区域危险，请宿主暂勿进入。有了这地图，这山里我不得横着走。收，不错，以后谁也别想偷我的东西。大嫂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大嫂，我刚才找到了个好地方，但是那边我不敢一个人过去，不如咱们俩再挖一点野菜，再回家吧。娘都说了，尽量拖着大嫂，让她晚点回去，最好能把她骗进山里，让她回不去。不去，我累了，眼里的算计都快明摆着了，我才不会跟这个蠢货去。不是，大嫂，你等会儿啊，你咋就这么准备回去了？咋就这点野菜够谁吃的？这个死蹄子也不知道把银子藏哪儿了，我都翻找了遍，愣是没找到。婆母说的对，所以我准备给我夫君吃，说不定他吃了身体就好了呢。床边的记号消失了，果然翻过。你个没脸皮的，你男人都病成那样了，还吃个啥？赶紧把野菜拿出来！婆母，你怎么能翻我的东西呢？他咋知道的？我不是都给收拾干净了吗？街坊乡亲，求大家给我评评理！我才嫁过来第2日，婆母就趁我上山翻了我的屋子，如今我爹给我的嫁妆银子全都不见了。哪个动你的银子了？老娘我打开的时候，你这盒子就这样。各位都听到了，婆母是真的动了我的东西啊！我夫君不得母亲喜欢，可也不能这么作践我们啊！你胡说！这是咋了？这里原本放着我的100两嫁妆，是给我夫君看病的，就放在家中，现在忽然没了。我没拿，可是这屋子只有婆母进去了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
是啊，江老太，你一向看你家老大不顺眼，今儿个早上不还闹了一场吗？就是，这可是你儿子的救命钱。呸！你们少给老娘撺掇，老娘没拿。娘，出什么事了？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他非说娘偷了他的嫁妆。大嫂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二弟倒是回来的巧。大嫂这话什么意思？家里不是揭不开锅了吗？二弟哪里来的银子买米？那是我给老二的钱。你早上还说家里没粮，逼新媳妇上山挖野菜，转头就有钱给老二买米。大嫂，别太过分。我嫁妆没了，我问一句，叫过分？你个小野妇，撕了你的嘴！婆母，你怎么还动手啊？你给我起来！你别过来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事急从征，大嫂别胡说。你想做什么？大哥，二弟，你在做什么？夫君，你不在家，他们都欺负我，娘偷走了我的嫁妆，二弟还想动手动脚的。又在演，别怕。老大，你赶紧休了他，他就是个祸害。你要是不休，我就去衙门告你，我告你不孝。是该去衙门，这才对嘛！老大，你休了他，回头娘再给你找个更好的。休妻之前，先把嫁妆的事说清楚。老娘没拿。娘若没拿，便去衙门查，100两嫁妆，婚书副页写得清楚，偷盗儿媳嫁妆该怎么判，县衙自会定。我是你亲娘，我要是因为偷东西进去了，你也不能考科举。没关系，我不能考科举，二弟也不能，到时候我们都侍奉在娘身边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！我这是养个儿子还是养个孽障啊？他这是要我死！不愧是未来首府，杀人不见血。大哥，大嫂，这事还是关起门来说吧。关起门，早上关起门，婆母要我的嫁妆；下午关起门，我的嫁妆就没了；再关起门，我和夫君还能不能活着都不好说。就在这说清楚。我也知道现在日子不好过，娘拿了我的钱，说不定就是想买粮食去。这笔钱我就当借给你们了，谁让我嫁给了夫君呢？婆母写张欠条，说明欠我100两银子，这件事我便不闹上公堂。10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婆母要是不给我个公道，我就去找村长做主了。不行，我还打算去村长家提亲呢。村长的姑娘天生的富贵命，娶她回来，我一定能走得更远。不能闹大，先把这件事情遮过去。娘，写吧。老二，再闹下去，我的名声也毁了。婆母，按手印吧。想偷我的钱，那就先欠我一笔。各位乡亲，我娘今日做的不对，我在这儿替她给大家赔礼了，请大家将此事藏一藏，给我娘留个脸面。她一个刚进门的心腹，竟敢让我欠她100两。娘，这银子不是我拿的，我虽然想拿，但是我没找到啊。娘，你糊涂啊！大哥的银子我们慢慢总能挖出来的，你去搜，这不是给他们把柄。我这不是想拿了银子去多买点粮食，等冬天粮价涨起来，咱们再卖点吗？可那100两欠条留着，他往后还不知道要怎么拿捏咱们。蓉儿，你明日再带他上山，把他往深处引。娘，深山危险，危险才好。他要是回不来，那100两欠条也就没用了。娘，要是他真死了，怕什么？山里狼虫虎豹多，他自己乱走，关咱们什么事？娘子不必总看我，我没事。都快咳碎了，还说没事。999，我现在有多少积分？当前积分1340，还差3506。看来今日这趟山非去不可。大媳妇儿，赶紧上山找吃的去。来得正好，妹妹，走吧。我凭什么还去？凭你娘欠我100两。蓉儿，陪他去。娘，照娘说的做，把他往深处带。又想害我，正好我也缺个带路的。山里路滑，娘子小心。夫君放心。前方危险，请宿主谨慎。果然没安好心。前面野菜多，跟我来。好啊，走这边。妹妹走前面。我累了，不走也行。回去我就说你故意把我往危险地方带。你胡说！你猜村里人信我还是信你？走那边。可那边不是什么？小丫头蠢得明显。金银花，这破花能干什么？能换钱，摘满，猜中回家。你凭什么使唤我？凭你妈欠我100两。你去哪儿？去前面看看。你想丢下我一个人？你若乱跑，回去我就说你想害我。该死的陆昭昭，最好被大虫吃掉。赤灵芝，收入空间。当前可种植小麦。荒年里银子会花完，粮食才是命，先种点小麦。恭喜宿主首次种小麦成功，奖励低级灵泉水1份。良心系统啊！这破花要是真能卖钱，凭什么全给他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妹妹藏什么呢？我没有藏我的东西，也算偷钱。摘满了？满了。
那就下山。金银花采摘35斤，奖励积分3500，上山4小时，奖励积分40，当前积分180。系统兑换归元丸，归元丸兑换成功，扣除种田积分5000，当前积分1880，物品已放入系统空间。他竟然回来了！娘，他让我摘了1天破花，这东西能卖钱。金银花是药材，炮制好了可以拿去药铺。拿来！婆母欠我100两，蓉儿今日干活是替你抵债，至于药材，是我的。进深山了。夫君眼力不错。他们不可信，下次不必把自己置于险地，我会想办法改变现状的。送到京城便会有银子，虽然不想利用重生的便利，但既娶了她，也该让她生活得好一些。那等夫君赚了银子，我就不带他们上山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得多去山里找一些能用的，换了银子，好熬过荒年。地里越来越不对劲了，村子迟早会乱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得搬去县里。娘子嫁我，可会后悔？夫君长得这么好看，我不亏。这是救命药，这药太珍贵，可强身健体，驱除病气。我只是救急，慢慢养着总会好。娘子不要浪费了。知道能救命，还能还回来，倒是君子行行，就是傻了点儿。娘子，药已经是你的了，若觉得过意不去，就养好身体，求取功名，让我重新过好日子。好。赤灵芝，夫君可知道哪家药铺靠谱？陈氏药藏，掌柜与我相熟。明日把这些卖了，换了银子给你自己买一些药，再买一些玉米粗粮回来，若有剩下的就存着，以后做点买卖。娘子信我。你刚才不是也把药还给我了吗？夫君，我这个人不吃亏，你若值得，我自然舍得。我定会让娘子过上好日子。反派恶意值下降时，当前恶意值9986，奖励1000积分。怎么了？胸口有些热。999，归元丸多久见效？归元丸服用后，1个月内彻底清除病气，半小时内会先有轻微效果。半小时有些效果的话，明天也能出门了。吃饭了。当家的，你可算回来了！爹，大嫂逼我上山干了1整日。当家的，你再不回来，这个家就要让他掀了。这就是陆大哥家的闺女吧？嫁给燕青以后便是一家人了。江大成，原书中江老太作恶，他从不阻止。江燕轩踩着江燕青往上爬，他也从中得利。看似不说话，不过是坏事都让妻儿替他做了。这位公爹藏的可比江老太深。上一世，他们也是用这3个字拿走我的银子身份。反派恶意值上升4，当前恶意值9990。见过公爹。哎，好孩子。那公爹的改口礼呢？这次进城没赚多少，先拿着。多谢公爹。老大媳妇儿，听说你娘还写了100两欠条。一家人写欠条多伤感情，不如就算了。也行，明日去衙门算。这媳妇儿怎么这么难缠？你真要逼死我们！婆母说笑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说起来，公爹和3弟接下来是不是也要住家中了？县城里的活都干完了，接下来一家子都在家干活。那就请公爹和3弟也把手印按了吧。啥？公爹和3弟若是不愿意的话，那咱们还是衙门见吧。娘欠我的银子可不光你呢。怪不得非要给血气，原来是要把家里往死里坑。果然不是我肚皮里生出来的，就是不行。老大还不劝劝你媳妇儿？爹，还是签了吧。昭昭的嫁妆没了，我总不能让她再受其他欺负。与其让她受委屈，不如我亲自休了她，让她去公堂告娘，还不用辛苦管家。签！这个大嫂了不得啊！公爹和3丁在城里做了2个月工，既然是一家人，我又是管家的，这银子是不是该给我管？你疯了！一向都只有我管老大要银子的份儿，哪有这时候？平时爹娘只偏心二哥，我的银子也是给二哥用的，没想到爹娘也有这时候啊！就只有这半两银子，现在的活不精气。江白氏的性子不会只藏这点。昭昭，你年纪小，不懂，爹不会害你。你要嫁的是……爹，我要嫁江家大公子。哎呦，到底是贵人家的女儿，就是懂规矩。长兄还没成亲，哪有弟弟先娶的道理？就这么定了。娘，这是不是太仓促了？你懂什么？江大公子，我的女儿可否放心交托给你？我竟然重生了。上一世，陆昭昭嫁的是老二，新婚当夜她就死了。这一世，她为何偏偏选了我？她的嫁妆正好做我脱离江家的本钱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任人宰割。你傻愣着干啥？读书读傻了？承蒙姑娘不弃，
我定会在力所能及之内护她一生。力所能及倒是谨慎，不过我喜欢。我要亲眼看着昭昭有了归处才能走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剧情严重偏离，原男主因缘线断裂，反派黑化值变动异常。偏就偏吧，反正我不想死。昭昭，这张票号银票只有到京城才能取，不要轻易让人知道。在你有能力保住他之前，谁也别信。虽然原主已经死了，可这个父亲的爱是真的。爹，你也要活着。我借你女儿的身体活下来，你的冤我会替她还，你的仇我会替她报。留点银子给她折腾也好，等她把未来女主娶进门，我倒要看看那位小福星是什么人物。公爹和娘早些休息，明日安排大家干活。你还想累死谁？这一家子都给你干活还不够，你二弟可是秀才公，怎么你还想让去抄书？娘不提，我倒窝忘了。二弟今日抄书可赚到银子了。我夫君说二弟书法比他好，若抄上一整日，少说也能赚5两。娘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？二弟天资过人，5两应当不难。那当然，我家二郎可比你强多了。那二弟今日赚的5两呢？方才忘了。二弟明日继续抄书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咱家就不用吃糠咽菜了。一顿饭的功夫，他拿走了5两。小点声！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全家都得听他使唤。不行，得赶紧给二郎娶个媳妇儿。村长家的林玉儿是出了名的小福星，他若进了门，还怕压不住那个姓陆的。咋想着在村子里找媳妇儿？咱家二郎不得找个更好的？我都找人给算过了，村长家的小闺女和咱家二郎是最合适的。咱家二郎娶了她，那是啥？哦对，龙游9天。不敢乱说。行了，赶紧把剩下的银子给我，明日一早我带二郎去村长家说亲。这也太少了。这银子可是我拼死拼活赚来的，还没到手捂热乎呢，就又要给二哥了。爹，你们也太偏心了，家里的银子都给了二哥，我咋办？胡说啥呢？你二哥日后好了，还能没你的好处。行了，去睡吧。村长家已经答应了，过几日玉儿就是咱们江家的二媳妇。好，好，好。原书男女主终于凑到一起了。江婶子，轩哥哥在家吗？是玉儿啊，你轩哥哥一早就进城去了，快进屋，咱们好好说说话。他才嫁进来几日，江家人竟都听他的。一个逃难来的女人，凭什么长得比我还好？果然不是什么傻白甜。玉儿，咱们进屋说，上了山再说。今日除了二弟进抄书，其他人一个不能少。你凭什么安排我们？凭婆母欠我100两，又拿这个压我，这小蹄子，早晚收拾了他。林姑娘既然快与江家成为一家人，这上山干活的事，我若进山，猎物自然会送到我面前。还没进门，凭什么让她占我的福气？玉儿可是村长家的闺女，哪里去干过活？她不能跟着进山。大嫂，我今日只是来看看婶子，家里有事就不跟着去了。既然家中有事，我便不强留了。玉儿啊，要不你先回去，等着晚上你轩哥哥回来了，我让他去找你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婶子你上山可要注意身子骨，别累坏了。都愣着干啥呢？走了，上山干活。今儿个还找金银花？娘，那东西只能碰运气，哪能特意去找？家里快揭不开锅了，今日带你们来，是想让大家进山打猎，让他们打猎，正好开启系统的打猎版图。我去采药，两边都不耽误。都说狡兔3窟，要是跑了怎么办？方才不是还怕进山送死吗？抓几只兔子能有什么危险？对了，那一窝兔子有5只，我可是看见的，不要想糊弄我。你不跟着一起抓？兔窝是我找的，抓兔子自然归你们。再说我这身子骨不好，走几步路就不太行，我就在这儿等你们。先去看看地图标记的地方有什么好东西。这位置可真偏，看样子村里人没来过。发现赤灵芝120株，赤灵芝，今日运气真不错。恭喜宿主采集灵芝100株，奖励种田空间1平米乘2，奖励灵泉水壁刀乘23。宿主采集技术升级为2级，开启技能版面。指派狩猎任务完成，共捕获野兔5只，山鸡1只，奖励低级灵泉水10瓶，系统空间3平方米，强身健体丸1枚。公爹，娘，可狩猎成功了啊！成功了，3只兔子呢。是吗？那小妹衣服里动弹的是什么？拿出来吧。老大媳妇儿，这兔子好歹是我们亲手抓的。兔窝是我发现的，你们只是出力。让一家人替你干活，总得说清楚怎么算工钱。自然，县城里雇苦力
一个时辰多少文？3文钱。本来就是。昨日小妹采药，再加上今日大家打猎，一共70文。这70文我会记在账上，从婆母欠我的100两里扣除。70文抵100两，这得干到什么时候？公爹若觉得不合理，我们也可以去公堂，请县令大人来算。这小贱妇，荣丫那日若推她下山，让她死透了便好了。他是要一家子做苦力，若不从，便鱼死网破。也罢，且先忍他，全当为老二出息铺路。不用，一家人哪用得着上公堂？蓉儿，把兔子给你大嫂。下山。本次采集结束，上山3小时，奖励积分30，采集技能升至2级，额外奖励种田积分500，当前积分3410。娘，筐里的山鸡今晚炖了吧？什么山鸡？他咋知道的？山鸡都敲晕了，就等着换了银子给老二用呢。这是我们意外抓到的，凭什么也给你？我付了公祠，在山里的所有收获自然都归我。你那点工钱也好意思说？婆母若嫌少，那70文便不必抵债了。饭菜也从今日开始自己准备。当家的，你看看他都欺负到我头上了。行了，赶紧炖鸡，一家这么多人，他和老大才吃多少？兔子繁殖得快，等空小麦成熟，麦秆正好喂他们，再养几只鸡，肉和蛋便都有了。老大，爹有话与你说。你娶了媳妇儿，护着她没错，可她才进门几日，便把你娘欺负成这样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爹想让我如何？你是长子，这个家以后还不是你的，总不能跟真让一个女人骑到爹娘头上。爹说的有理，那我明日便休了昭昭，让他拿着欠条去县衙告娘。如果不是为了折磨他们，为了身世正务，真想解决了他们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些年，我的俸禄都交给了家里，既然家里的东西以后都是我的，那银子呢？都用在你二弟读书上了。既然还不起，便不要怪昭昭当家。爹要是伤害昭昭的话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二弟也要成亲了吧？我的娘子遭遇什么，我便100倍还到二弟未来娘子身上。你可真是翅膀硬了。爹还有什么事？哼。夫君回来了，身体可好些了？腰很好，往日要病上10几日，如今1夜就已经好了，身子也是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谢谢娘子。夫君身子好了，我就安心了。若上一世她嫁给江燕轩，也会这般待她吗？夫君怎么了？无事。昨日的灵芝卖了5两，我又买了200斤米面，如今粮价已是往年的3倍，而且还在涨。荒年才刚开始，粮价便涨成这样，往后只会更乱。今夜送来，免得白日里惹人眼红。我家夫君果然能干。鸡汤呢？鸡汤还在厨房里放着呢。老二今儿个出门抄书1整天了，现在都没回来，肉吃不上，总要喝点汤啊。这一家子还真是一点自觉都没有。这只山鸡是我让你们抓回来的，我付了工钱，也供着全家吃饭。现在连一碗鸡汤我都做不了主。二郎读书辛苦，喝点鸡汤怎么了？我夫君12岁便中了袖子，这些年还用月银养着江家，他病成这样，你们可曾给他留过一口好的？一家人分什么你我？好，既然不分你我，这100两也别分了。明日一起去县衙，让县令替我们算清楚。来世，把鸡汤端来。当家的，去。夫君，吃吧。上一世我求而不得的东西，他却一样一样替我拿了回来。反派恶意值下降10，奖励积分1000。傻夫君，一个鸡腿就感动了。夫君，咱们回去歇着吧，都累了一天了。好。孩子他爹，你得想想法子，还得忍着那个小贱妇的酷多久？吵个啥？再等等，等着咱们家老二考科举成功，咱们就能离开这破地方。再加上那个东西，不就是累点儿，损失点东西吗？用不了多久，他们都得给还回来。夫君，今天采的灵芝，你也想伐木给卖掉？娘子，这些灵芝，我运气好，所以一进了山就找到了。你想个法子把灵芝变现？我会想办法的。娘子，再过2日书院便要开学了，我可能没办法时时在家中。若是家中有人欺负你，夫君放心吧，我不欺负他们就不错了。不过，夫君多久回家一趟？我才嫁的美人夫君，这才好了多久啊？就要两地分居不成？每日都能回，只是回来的时间会晚了些，要辛苦娘子等我。没关系，等咱们赚了钱买头牛。二弟三弟，把这2袋子玉米面送我房间里去。我是读书人，读书人就不用吃饭吗？我夫君身体弱，我是个女流之辈，你难道要让爹娘动手？看着比牛都壮，还想躲懒？这屋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家具也少得可怜。今日抄书的钱呢？熟能生巧，今天二弟应该能赚更多吧？只有半两。你是不是把剩下的都藏起来了？我没有，书铺掌柜更喜欢大哥的字，才会给大哥的银子多一些。明日我要去拜访老师，不能抄书。果然，还是我夫君厉害。
既然明天不能干活，那今晚就干点别的吧。什么？既然明天不能干活，那今晚就干点别的吧。二弟不是才定了亲，自然该和你未来娘子好好说说话。东边河里还有水，带上林玉儿一起去，顺便抓点鱼。如果抓不回来，那你明天也不用吃饭了。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，居然让我去抓鱼？二弟还有事。什么？我们要睡下了，你要是没别的事，就去钓鱼吧。不是，我还没答应啊！我家二郎在河边守了一夜，这都是被鱼拖进水里。吵什么吵？姑奶奶还没死呢。娘子日安。平日里话不多，送花簪子倒是一样没落下。这夫君真是越来越合我心意了。你还有良心啊！大晚上的，你居然让我家二郎去钓鱼，你是想害死谁呀？你个恶妇！我们江家怎么娶了你这么个媳妇儿回来？鱼钓回来了吗？没钓回来，他今日便不用吃饭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！娘再吵，今日也别吃了。我看你中气十足，一看就饿不坏，省点粮食吧。这就是锦鲤女主的福气，还真好用。大嫂现在满意了。二弟辛苦了，蓉儿妹妹拿2斤玉米面做早饭。三弟把鱼养起来，晚上再吃。成。这个大嫂虽然哪里都讨厌，但就吃得好。公爹是木匠吧？是。我和夫君的屋里什么都没有。怎么了？从今晚开始，劳烦公爹给我们打个衣柜、书架、书案。家里的木头不够了。后院不是还放着几根吗？那可是给老二成亲要用的，老二的家具也该换了。是吗？可是我和夫君成亲怎么没有？娘，偏心会遭报应的。这件事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白氏的把柄还在他手里，如今又是荒年，家中没钱没粮，只能暂时忍着，等二郎考取功名，再慢慢同他清算。成，今晚开始打。多谢公爹。这个女人简直就是我的克星。玉儿果然是个小福星，她一开口，那条鱼就游过去了，一副等着让吃的架势。只要娶她进门，我的科举之路必定顺利。到时候，那个计划也该开始了。老规矩，上山。昨天才上过山，今天还去？不干活，哪来的饭吃？不能让他们去发现过药材的区域，尝到甜头，难免滋生贪念。2人一组，分开寻找，遇到药材就采药，找不到便挖野菜打猎。空手回来的人，今晚没有饭，也没有工钱。想多赚积分，就得不断解锁新的药材和猎物。前方200米，检测到未解锁药材。宿主成功采集甘草，解锁新品药材，奖励积分2000。低级灵泉水10瓶，基板古代武功教学1份。真是瞌睡便有人送枕头。等我练成武功，这座山里的好东西迟早都是我的。江家人捕获山鸡2只，奖励积分200，当前积分5080。看来只有第一次捕获的新猎物，奖励才高。前方发现金银花，蚊子再小也是肉，不能浪费。宿主成功采集金银花8斤，奖励积分800。太阳快下山了，先回去与他们会合。娘，不用藏了，我已经看到了。既然都有收获，那便下山吧。成，赶紧下山，我都快饿坏了。这么多药材，得卖多少银子啊？要还是我当家，早就拿去给老二买砚台了。偏偏现在全让这个小贱妇说了算。本次采集狩猎结束，奖励积分30。三弟，送去我房间。等夫君回来，明日正好将甘草和炮制好的金银花一起卖掉。大嫂，晚上吃什么？鱼头煲汤，一半鱼肉炖着吃，剩下的明日做鱼丸，再用玉米面掺些白面，今晚吃面条。我马上去做。几口吃的就把这个没出息的丫头收买了。公爹，三弟，别忘了我要的家具。今晚我要看见书架。知道了，现在就去。咱们还要受他指唤到什么时候？老大媳妇儿，咱们江家的规矩，女人不能私藏银钱。你那嫁妆交给我。愣着干什么？把嫁妆拿来！老大，你是死人啊！你婆娘不懂规矩，你也不懂。这银子放她手里，迟早败光。你若不给，我明日就去衙门告你不孝。你还想不想考功名了？婆母，我才进门，你就要抢我的嫁妆？哼，什么抢？进了江家的门，你的东西就是江家的东西。那我的命也是江家的。你少跟我耍嘴皮子，拿钱！你要干什么？没什么，现在屋里没有外人，我这一簪子刺下去，婆母大概就没了。婆母，你喜欢什么样的葬礼？你疯了！你杀婆母也得死！我爹都走了，我一个侯府贵女，逃难到这穷乡僻壤，本就活不痛快。若是连最后一点提子银子都没了，我还怕死吗？她不是上一世那个死气沉沉的陆昭昭，她很危险，也很漂亮。我
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还不行吗？夫君，我累了，我们回去洞房吧。明明刚才还像个活阎王，此刻却软软靠在我怀里。好。我的儿啊！你娘刚才差点被那个姓陆的小贱人杀了。她一个弱女子能做什么？娘，不急，她才嫁过来，等家里缺粮缺银子，她自然会拿出来。今年是荒年，地里的庄稼已经毁了，家里又没银子，老大有月薪，那个女人也能赚钱，先靠他们熬过今年。那就这么忍着。急什么？先把有福气的林玉儿娶过来，助二郎考取功名。行吧，那丫头是个有福气的，今儿个村子里可都羡慕咱家呢。等二郎出息了，老大和那个女人谁都别想活。长得倒是不错，就是地方太小了。阿九，再兑换5平方米种田空间。5平方米种田空间兑换成功，扣除种田积分5000，当前积分2440。种植面积达到10平方米，奖励积分3000，奖励低级灵泉水20瓶，额外奖励10平方米种田空间。种植面积已达到100平方米、1000平方米时，仍有额外奖励。请宿主早日种上10000亩良田。种田的时候倒是挺靠谱，之前忽悠我弄死反派，怕不是中毒了。阿九，有什么办法能让麦苗长快一点？开启自动浇水，一次消耗1瓶低级灵泉水，可加速作物生长。我自己都舍不得喝，效果这么明显，不知道用在外面的作物和人身上有没有同样的效果？找机会试试。老大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凭什么全家都等他？于是我安排人抓的，粮食也是我出的，不愿意等可以不吃。夫君回来了，快去净手，马上吃饭。好。公爹，夫君的书架做好了吗？还差最后一层。吃完饭，我和艳福马上回去收尾。做好了再吃吧。我听人说，饿着点脑子精神，做的书架也好看点。放心，我会让他们给你留菜的。知道了，地主都没他会使唤人。又给老二藏了一份。这咋汤也给我们少的？夫君读书伤神，需要补身体。我管着一家人的吃喝，也费心伤神，自然也得补一补。天天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等欠条的事过去，我迟早把管家权抢回来。他倒是从不肯委屈自己。夫君，我们去看看书架，若有哪里不合适，今晚还能让他们改。好，上一世这个家从没人等我吃饭，更不会有人为我做书架。后来山珍海瑞，世间珍宝唾手可得，也填不满当年受过的苦。反派恶意值下降10，当前恶意值9976，奖励积分1000。一个书架就这么开心，还挺好哄。大嫂，书架做好了，这回总能歇了吧？还得劳烦公作和三弟把他抬进屋里。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夫君身体又不好，总不能让我们2个抬吧？她要是弱女子，这世上就没几个厉害的了。辛苦公爹和三弟了，早些回去歇着吧。还好，至少没说明日继续。夫君愣着做什么？搬书啊！娘子喜欢看什么书？我喜欢画本子、草药方面的书，最还有本地的各种风土人情介绍。我的财富录都在这些东西里面。好，明日卖完药材，便给娘子寻几本。今日还寻到一些干草，明日和金银花一起卖掉。药材放在家中不能换钱，变成银子才有用。娘子只在山外便能找到这么多药材，运气好而已。山里的东西再值钱，娘子也不能进深山。银子的事，我会想办法。以后不必由娘子一个人费心，更不能拿自己的安危冒险。原来是在担心我。娘子，好啊，我听夫君的。美人夫君害羞起来更好看了。鱼汤我带走了，桌上的东西是给昭昭的礼物。每日都记得给我带东西，还真把我当小姑娘养了。大嫂，你起来没有？蓉儿妹妹没事吧？没，她一定是故意躲开的。娘让你过去一趟，哪里有当家人主动去见人的道理？娘有事，让她来找我。她使唤自己的婆母来见她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进屋之前不知道敲门吗？我平时进娘的屋里也没敲过门啊。不是让你去拿粮食吗？又跑回来做什么？大嫂说她是一家之主，娘有什么事自己去见她。她怎么不去死？娘，正事要紧。老大媳妇儿，有件事情我得和你说清楚。娘有话直说，不论谁当家，老二都要继续科举。老大那身子骨经不起折腾，将家改换急脉，还得靠老二。所以呢，老二书院明日组织游学，需要银子，这笔钱你得给。娘当家的时候给家里人什么？老娘供你们吃，供你们喝。
我管家也供大家吃喝，况且吃的还比以前好。我做的已经比娘强了。可我们以前还供着老二读书，那是因为二弟是你们的儿子。敢问娘，他是我儿子吗？那他是我的夫君吗？老二将来当了官，你难道没有好处？我何不指望自己的夫君有出息？我自己的夫君12岁便中了秀才，我要享福，自然指望他。二弟真缺银子，就多抄些书，想从我这里拿，一文没有。我不过是想试探，能不能从他手里拿到银子。现在看来，他根本没打算把银子留给我，再让他活下去，只会坏了我的计划。你就是见不得二郎有出息。游学银子不能给，但花点小钱，那位小福星早些迎进门，倒是不亏。以后上山下河，正好多一个能用的人。等等娘，我记得二弟和林玉儿都定亲了，不如早些置办聘礼，把人娶进门吧。这份银子，我这个当大嫂的出了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早些把亲事办了，也算料却娘的一桩心事。难道是我想错了？他只是觉得游学不值得花钱罢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玉儿娶进门，有她的福气相，我的科举之路只会更加顺遂。前方500米，发现未解锁珍稀药材，其他药材都是绿色，只有这里是金色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好东西。老大媳妇儿，再往前可就快进大山了，那地方连猎户都不敢轻易进去。公爹放心，这外围才几日就快被人薅秃了，别人说不定比咱们走的还远。系统规划的路线避开了大型猛兽，带他们走到这里不成问题。他没刀时都敢拿簪子要我的命，如今又有了匕首，还是按照昨日的分配，各自去一边寻找。不过大家最好别藏私，我出身大家族，一个人有没有说谎，从眼神里便能看出来。你们找到了什么，地图上少了什么，我可看得一清二楚。检测到50年份野山参，果然是人参。危险！上方发现毒蛇。小九兑换雄黄粉，雄黄粉兑换成功，扣除积分500。还想拦我的财路？50年味的人参，须根断一根，价格都会大打折扣。挖参工具兑换成功，扣除积分40，成了！恭喜宿主首次采植人参，解锁人参图鉴，奖励种田积分1万，当前积分17900，奖励终极灵泉水1瓶，药材百科大全1份，奖励种田空间20平方米，储物空间3平方米。有了这些，接下来的生活总算有了底气。一株人参，直接奖励1万积分。有了这些田地，就能种更多粮食和药材。这件事暂时不能让江家人知道。这座大山里的好东西，才刚刚开始。今儿个猎物没抓到，就摘了这些金魂花。没关系，我会记在娘的账上。大嫂，你也什么都没找到？是啊，看来这片山已经没多少好东西了。人带的太多，早晚会发现我每次单独离开都有收获，不能全部上山了。以后不用全家都上山了，公爹和三弟留在家里补屋顶、打家具，娘和小妹继续上山挖野菜。那你呢？我自然另有安排。下山。她本是侯府千金，逃难时岳父都舍不得让她吃苦，如今嫁给我，反倒日日上山劳累。夫君这是怎么了？一言不发的。灵芝分去了3家药铺，卖了16两3钱，金银花卖了1两6钱，甘草卖了3钱，合计18两2钱，都在这里。分得清清楚楚，不少一文，也不糊涂账。和聪明人过日子就是省心。辛苦夫君了，先喝水。这是我这几日抄书攒下的9钱银子，也交给娘子。这是上交私房钱。夫君把银子都给了我，以后买药怎么办？夫君，今日药铺的大夫替我看过，我体内的病气已经消退许多，不必继续服药，只需慢慢调养。娘子赠药救我，我无以为报。往后我赚来的银子，都交由娘子安排。反派恶意值下降30，当前恶意值9940，奖励种田积分3000，当前积分19900。既然夫君这么信我，那我便替你收着。会赚钱，还会主动上交私房钱，越来越懂事了。算上之前攒下的，我手里已有123两6钱。明日得亲自去县城看看，找一条长久的生财路。夫君，这株人参你过几日卖掉吧。好，我会替娘子挑一个可靠的买主，只是娘子要记得我的话，不管如何都不准去大山里。好，听你的。低级灵泉水居然只要100积分。小九，先兑换10平方米种田空间，种上小麦，再使用灵泉水催熟，已完成。当前种田空间40平方米，
第一批小麦剩余成熟时间30天。既然灵泉水有了稳定工艺，以后我和江燕青就可以每天1人1瓶了。大嫂，林家人来了，要商议二哥和玉儿姐的婚事。这就是我们家现在管事的老大媳妇。哼，婆母还在，一个刚进门的新佛便当了家。谁家的新佛不得挑水做饭，伺候公婆和小叔？我这实习出身大户，性子难免骄纵些。林婶子说的很有道理，既然明白，就赶紧把管家权还给婆母。婶子放心，等林玉儿进门，挑水做饭，上山打柴，伺候公婆小叔，我一定让她一样不落。我就知道这小贱人嘴里吐不出好话。江家妹子，这就是你们家的态度？你让我咋敢把我们家玉儿嫁过来？这老贼妇说好的让他帮着把管家权要回去，结果自己一个字不说。我说老大媳妇儿，咱家让你管家也好几日了，如今你二弟妹要进门，咋能还让你一个人管的呢？娘是忘了到底因为什么才让我管家的，不然我让娘清醒一下。这是有事儿。那什么，林嫂子，我回头再和你讲这事儿，这都是有原因的。你们家大媳妇当家，让我们怎么把玉儿安心嫁给你们家老二？得先把此事接过去，把玉儿娶回来最重要。林叔，我是真心想娶玉儿，不管江家是谁当家，我都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为了娶这位小福星，倒是什么姿态都肯放。江燕轩是有功名的秀才，倒也不能错失这门亲事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便放心了。亲家放心，明日玉儿进门，我一定把她当亲女儿疼。小福星娶回来，老二就能走得更高了。林皇氏又是王家村的大户，在县城有不少的亲戚，还能斗不过个孤女。既然如此，酒席至少办60桌，请全村过县里的亲友。应该的，昭昭，这可是你二弟的婚事，是咱家大喜事儿，这银子你得拿。1桌。什么？林家直系亲属加上江家人，1桌足够。我们林家有头有脸，只办1桌，你这是故意羞辱人！大嫂，我是明媒正娶玉儿进门，谁还不是明媒正娶进来的？想办60桌可以，那去你们林家办，或者你们出银子，那我为他们风光大办。哪有让女方家出钱办酒席的道理？你们大户人家就是这么教女儿的。荒年地里颗粒无收，村里人都快吃不上饭了，你们张口就要60桌，你怎么说得出口？还是我儿聪明，明日我就好好搓磨他，让他知道这个家谁说了算。娘，你为什么让大哥娶她？京城来的贵女，身份定然不低，若是惹上麻烦，你是要当大官的人，怎能娶逃难来的女人？娘给你看好了，村长家那个小福星，只有他才配得上你。还好我有100两嫁妆，不然这日子真没法过。娘子，你出身大族，嫁给我实在是委屈你了。上辈子不是才进洞房没一会儿人就死了吗？他看着似乎比我都健康。上辈子早早当家，接管家族生意，一直没遇见喜欢的人，这夫君竟让我疯狂心动，管他呢，喜欢就要得到。夫君，他要死了吗？娘子怎么了？可是身子不适。夫君，不洞房吗？他摘的。999为您服务。怎么，我嫁给反派，把你吓死了？你本该嫁给男主江燕轩，你的身份、嫁妆都是男主逆袭资源。既然他是男主，那他自己不会挣，非要靠女人嫁妆，算什么男主？再说，我已经嫁给江燕青，你现在让我回头，晚了。宿主，你会害死自己的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你若非逼我辅佐那男女主，我就和我反派夫君一起送他们下地狱。那也不能1桌，你们可以选择不嫁。大嫂，你太过分了！如果二弟有钱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出银子。林家叔手还有什么事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别耽误我吃饭。你个心腹当家，还要赶客人出门，反了天了！我的门！灵泉水和强身健体丸效果竟然这么好，抱歉，稍稍有些生气。现在1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。1桌就1桌。林叔、林婶，我送你们回去。明日1桌照常办婚事，至于门，让公爹修。蓉儿妹妹，跟我出门，我要去城里，你跟我去拿东西。娘，今天你记得进山去挖野菜，还有，我希望晚上回来能看到衣柜。我这是造了大孽了，遇到这么个儿媳。愣着做什么？赶紧跟上。蓉丫头，这就是你家新娶的大嫂？是。可惜了这么好的模样，偏偏嫁了个病秧子。照江燕青那身子，指不定哪日就让你守寡了。我夫君身体康健，才学出众，婶子哪只眼睛瞎了，才会觉得他命短？我这是好心提醒你，你怎么还骂人？我从来不骂人，我骂的一般都不是人。嘿，我真是活见鬼了！你个好赖不知的小蹄子，你嫁个药光子，早晚得守寡。老娘我好心和你说几句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婶子说坐车不舒坦，想下去锻炼身体。大嫂，那是咱们亲婶子，你这把她给踹下车了，晚上她就得找咱家去。正好，
正好什么？他辱骂我夫君，理应登门赔礼。他登门还省得我去打听他是谁了。我真是太天真了，居然还想着大嫂会怕。我要买些东西，杂货铺在哪儿？前面就是张记杂货铺，我娘经常来。两位女客想买些什么？小店里的东西不算齐全，常用的却都有。可有靛青色的棉布，最好带些绣花。不知女客喜欢什么花样？海棠花。阿青床上的床单已经洗得发白，被褥也该换一套了。海棠花暂时没有，这匹合欢花是小女亲手织的，您若看得上，我可以算便宜些。多少银子？1两5钱。1两多，他不会真要买吧？1两银子，掌柜若是同意，我再要一套茶具。成。茶壶够大，正好用来装我和阿青每日喝的灵泉水。这一套5钱银子，店里都是明码标价。再要10斤棉絮。10斤？天气快冷了，自然要提前准备，等棉絮涨价再买可就晚了。8钱银子。再拿点灯笼、窗纱、蜡烛，合计3两6钱。3两6钱就这么花出去了，娘要是看到，非得心疼死不可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拿东西啊！我全拿，不然呢？难道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我来拿？他到底是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手无缚鸡之力的？接下来去肉铺，还买啊！老板，10斤梅花肉，这些猪筒骨我也都要了，一共7钱银子。梅花肉拿来做肉丸，阿青带去书院吃正好。人虽然不再吃药，身体还是太瘦了。还让我拿，布料不能弄脏，肉便劳烦妹妹了。他带我进城，果然不是为了让我玩，是把我当骡子使。绿豆糕3斤，荷花酥2斤，脆糖片也要2斤，一共4钱银子。这么多点心，够我吃小半个月了。算了，以他的性子，肯定没有我的份儿。城南商贩多，城北书院和书铺多，城西住富户，城东则多是权贵人家。以阿青读书人的身份，我不适合亲自经商。不过做生意未必要自己出面，只要找对人替我办事，银子照样能赚。江家媳妇儿，这些东西是你婆母让买的。听说你们家要和村长家结亲，是给新媳妇准备的吧？婆母今日应该也进城置办了。这些是我夫君让我买的。我与夫君成亲这么久，连一床像样的被褥都没有。这些年，夫君每月领到的俸禄都交给了家里，一心供着二弟读书。他连买药都不敢向家里伸手，就怕拖累大家。可就算夫君身子不好，也不能这样亏待他呀。好孩子，可真是苦了你们夫妻。你那婆母也太偏心了。我还是别说话了，万一惹恼他，连玉米糊糊都不给我吃。我不怪婆母，只盼他以后能对我夫君好一些。江家的破事不传出去，外人还真当阿青是拖累全家的药款子。用不了天黑，这些话就能传遍江家村。明日谁再嫌喜宴不够体面，自然有人替我说话。一路让我扛这么多东西，真把我当丫鬟使唤了。我得赶紧嫁出去。蓉儿妹妹，你想不想知道真正的大户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不就县市城里那些富户吗？我又不是没见过。县城里的富户如何能与京城的公侯府邸相比？大嫂，京城的大户人家是什么样的？一座府邸比整个江家村还要大，雕梁画栋，白玉铺地，绫罗绸缎只能算寻常，金银首饰每个月都要换新样式。真的有那么好？这匹布放在那样的人家，连府里的丫鬟都未必愿意穿，连丫鬟都看不上。若是你两位兄长日后有了出息，去了京城，你自然也能见识那些富贵人家。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还能与京城的贵人结亲。二哥以后一定会去京城，我何必现在嫁给县里的普通人家？这么好用的劳力，可不能随随便便嫁出去。帮我裁一套床单，再做一床大些的被子。这么好的布，你要拿来做床单和被子？不然买回来供着。我还以为你要做衣裳。快做。他吃着点心看着书，我却在给他做被子。我怎么越来越像他的丫鬟了？大嫂，做好了。这才像个能助人的弟子。阿青回来看到，应该会喜欢。他今日进城买的东西，竟都是为我准备的。夫君刚才在做什么？我只是来而不往非礼也。这些东西花了不少银子吧？娘子赚钱不易，不必全都花在我身上。我的银子不给夫君花，难道给别人花？这是本月的月银，额外的粮食，明日会送到家中。全都给我。我的银子自然也该交给娘子。阿青真乖，反派恶意值下降5，当前恶意值9935，奖励积分500。他们哪里来的银子？阿青，我们去看看。我们玉儿可真是个好孩子，还没嫁进门就知道拿银子孝敬婆母，心疼夫君，不像有些人。娘今日不是该上山挖野菜吗？
野菜呢？既然今日的活没做，工钱便不计了。蓉儿妹妹，今晚把剩下的那只鸡炖了。那只鸡是留着明日宴客的。宴客的鸡，娘可以用林家给的银子去买。你怎么一文钱都不肯出？成亲的又不是我儿子，我为什么要出？娘，不过是一只鸡，明日我再买便是。没事，阿青，他伤不了我。我是昭昭的夫君，自然要护着昭昭。那阿青以后也要一直护着我。好。老二，等玉儿进门，你赶紧让他想办法，把那100两银子的债还上。娘放心，玉儿一向有大福气，只要她愿意想办法，很快就能把银子赚回来。等夺回管家权，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小贱人。上一回替燕轩哥哥捕鱼，果然让江家更看重我了。等我嫁进来，凭我的福气，燕轩哥哥一定能平步青云。玉儿，慢些走，从今日起，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谢谢娘。袁叔男女主终于成亲了，只是这一次，没人再拿银子和前程替你们铺路了。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轩哥哥现在只是暂时落魄，等他高中，我便是官夫人，这点苦算什么？江家妹子，今日起咱们就是亲家了。大儿媳能当家，我们玉儿自然也不能落后。不如以后由你们妯娌2人共同管家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一个陆昭昭管着我还不够，还要再来一个。只要能管家，凭我的福气，很快就能把管家权握在手里。林婶子可能还不清楚，我为何会成为江家的一家之主。之前婆母拿走了我的100两嫁妆，无力偿还，所以债务还清之前，江家大小事务都由我做主。你这是准备一直把着江家的管家权？林婶子放心，只要还清100两，我自然不再管。二弟妹如今也是江家人，这债也有你的一份。我才刚进门，大嫂，今日是我与玉儿的大喜之日，你非要让大家不痛快吗？你的大喜之日不是我们的，昭昭不过是在为林婶子解惑。我家阿青现在都会帮我堵人了。江家竟然欠着100两银子，还敢瞒着我们林家？100两而已，等我帮轩哥哥赚到银子，谁当家可就未必了。娘子，我走了。夫君早些回家。喜宴吃完了，该干活了。娘上山挖野菜，公特和3弟继续做桌椅。陆少，江家嫂子在吗？村长在这儿没有？没呀，这是出啥事儿了？村里的鱼塘该开了，再不开，这天继续旱下去，塘里的鱼怕是活不成了。大家正准备找村长问问，到底定在哪日开塘。亲家刚走没一会儿，你来晚了，现在人估计都已经到家了。成，那我去林家问问。什么鱼快活不成了？我看是他一个寡妇带着3个孩子，自己快活不下去了。娘，上山吧。寡妇独自带着3个孩子，还能撑到现在，这个李婶子倒是可以了解一下。那个李婶子家里是什么情况？她男人以前是猎户，后来被山里的大虫吃了。她一个人带着2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估计是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。她人怎么样？谁知道？她平日不怎么出门。我娘说她不检点，江老太嘴里就没有一个好人，还是自己去看看的好。她住在哪里？咱们这条街最东边，靠着河的第1家。把碗喝完，再把衣服抱上。干什么？去河边洗衣服。家里穷成这样，孩子却收拾得干净。这个李婶子至少是个疼孩子、爱干净的人。姐姐，你一直看我们家，是找我妈吗？我在等妹妹洗衣服，看你们家热闹，便多看了2眼，吓到你们了。这个算作赔礼。不用了。想吃却不随便拿陌生人的东西，看来他娘教的不错。你是江家的大媳妇？是我。李婶子这是被谁欺负了？怎么红着眼睛？没什么，风迷了眼。我是来等妹妹洗衣服的。刚才听说了鱼塘的事，村长可定下开塘的日子了。村长说现在开塘太早，还要再等1个月。其实哪里是时候没到，是他家3儿子还没从白鹿书院回来。往年村长都要等儿子回来再开塘做一顿全鱼宴，可今年粮食贵，塘水又快干了，我们这样快熬不下去的人家，就指望分到的鱼换些粮食。再等1个月，鱼死上一批，我们娘几个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撑住。姐姐，是你欺负我娘了！别胡说，人家是在关心娘，没人欺负娘。对不住，这孩子只是担心我。他知道护着母亲是好事，这些小食拿给孩子们吃吧。这可使不得，我最近牙疼，吃不得甜食，留着也是浪费。等鱼塘开了，我给你做捞鱼肉饭。好，我等着。衣服洗好了吗？洗好了。那便回去。这个姐姐是好人，以后不管有没有出息，都要记得报答她。我记住了。以后若要用人，
他倒是值得再考察。检测到任务逻辑重置，更正解绑台中，宿主只需改变反派黑化结局即可解绑。这才像话。种田系统开启，宿主可通过种田、采药、打鱼、狩猎获取积分，平均每小时可获得10种田积分，每1000积分可开启1平品密系统田地，当前积分负1000，7日内若无法归还，系统能量耗尽，宿主也会死亡。1小时10积分，我欠1000，你这是让我种田，还是让我坐牢？行，先活下去，再养夫，再赚钱，再把那对原书男女主按死。999，有没有强身健体的药？病成那样还知道给我摘花，这夫君倒也不算白养。5000积分有点贵，但这夫君值得养。提示：反派剧情档案已解锁，需100积分，是否查看？查看。12岁中秀才，县里头名李生，每月理应被母亲拿走，要钱靠自己抄书去赚。科卡前病情加重，江家却把银子都花在江燕轩身上，最后他病体难支，错过科举。3年后，他拖着病体重新入京，连中3元，成为首辅。难怪恶意值1万。都是被逼出来的。谁家心腹都大中午了还睡觉？这是娶媳妇儿还是娶祖宗啊？来的正好。村里的鱼塘在哪里？大嫂，那可是全村的鱼，不能偷偷去钓。我只是去看看。你把洗干净的衣服晒好，跟我去看看。哦，李婶子没有说谎。再等1个月，鱼至少要死掉大半。这塘的确应该开了。村长可是咱们亲家，什么时候开塘都少不了咱家的鱼，说不定还能多分一些呢。果然，二嫂就是比大嫂好。山里都快让那些饿死鬼啃光了，就剩这么一点儿。咋跟着他上山就能有收获？我自己上山本来想着遇见金银花啥的，偷偷藏起来，结果别说金银花，野菜都没多少。正好，我有一件事让娘去办。什么事？找村长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明日我要鱼塘开塘。你疯了？鱼塘开不开关你什么事？村长不肯开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鱼塘开不开的确与我无关，可我不高兴就与你们有关了。林家刚和咱们结亲，你非要让玉儿难做是不是？娘可以不去，明日我直接带着契约去县衙，咱们公堂上见。你除了拿这张破契约人，还会什么？这一招既然好用，我为什么要换？公爹陪娘一起去。老大媳妇儿，不是我和娘不帮你，你得知道，这鱼塘晚点起是村长家定下的规矩啊。与我何干？他又不是我爹。公卓和娘还是赶紧去吧。你们要是不去，那我可要敲二弟和弟妹的门了。相信林玉儿一定能办成这事儿。你站住！你不准去！我去总成了吧。开堂的日子早就定好了，我家老三还没从白鹿书院回来，怎么能现在开？亲家，塘水都快干了，再等1个月，只怕鱼要死上不少。哼，我这个村长心里有数，用不着旁人指手画脚。亲家，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。陆昭昭拿着100两契约，明日不开堂，他便要去县衙告我们。又是那个小蹄子，玉儿才刚嫁进江家，他便把你们一家拿捏成这样。明日开堂也不是不行。亲家答应了。等100两债务还清，江家的管家权必须交给玉。还有，燕兄既然是读书人，日后也要教林家的几个小辈认字。答不答应？行，事情办好了，明日开堂。可亲家说了，等100两银子还清，就得让玉儿当家。燕轩还得给林家几个小辈教书，为了你这点破事儿，我们亏大了。答应的是你们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至于管家权，先把100两还清，再来与我谈。既然事情办成了，那我就先回了。明天家里的活儿，我明早再给你们安排。真不知道他发的什么疯。阿青在想什么？我只是不明白，昭昭为什么一定要提前开堂。今日见了李婶子，鱼塘水位已经快见底，再拖1个月，鱼会死，人也未必熬得住。上一世鱼塘开得太晚，导致一户只分到了1、2条鱼。李婶子也是因为没粮，冒险上山，想打些猎物回来，结果碰上了大虫，人就没了。他的儿子为了给李婶子报仇，坠落山崖，剩下2个孩子被人拐走。昭昭与他们非亲非故，为何要帮他们？我也想吃鱼，只是凑巧罢了。他想吃鱼，根本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他是真的想救那些人。阿青怎么又发呆？没，只是觉得我的娘子很好。反派恶意值下降10，奖励种田积分1000。今日夜里晚归，娘子勿念。还是我们玉儿懂事儿，才进门就知道把嫁妆交给婆母。燕轩娶了你，真是娶对了。娘说的没错，只拿出2两银子，便能让婆母彻底偏向我。你干什么？娘误会了，这应该是弟妹交给家里的伙食费。难道接下来她不用吃家里的饭，不在这个家里住着？这也太无耻了！我娘都没这么苛待俩儿媳妇。大嫂，我们都是江家的媳妇，难道不是一家人吗？我是江家的一家之主，弟妹你是才嫁来江家吃白饭的。
娘辛苦养大夫君和大哥，你不伺候娘，怎么还从娘手里拿钱？契约上写的清楚，江家的银钱和财物都由我管理。弟妹若是不愿交，也可以自己搬出去住，我出5文钱，剩下的王子和粮食，弟妹自己想办法。你欺负他干啥？给你还不行吗？弟妹果然懂事，日后我一定像对蓉儿妹妹一样好好对你。她拿了我的银子，还故意欺负我，今日必定会倒霉。在林家，细粮和鸡蛋向来都是给我的，为什么嫁到江家，最好的东西却全是陆昭昭的？燕轩哥哥天还没亮就走了，这和我想象上的成亲根本不一样。开堂了，鱼塘真的开堂了，昭昭真的开堂了。婶子快去鱼塘守着吧，趁鱼还活着，卖进城还能多换些粮食。哎，我这就去。三哥还没有回来，爹往年都会等三哥回来吃完全鱼宴，才让村里分鱼。今年为什么突然提前了？公爹、三弟，往家里搬鱼的事儿就劳烦你们了。不过先把手里的活做完，等分鱼结束，我再让人回来喊你们。这一家子竟然真的全都听他的，连我的嫁妆银子最后都落进了他手里。走吧，开堂可是大事。玉儿，一会儿见了你爹娘，可得让咱家多分一点鱼。娘放心，明面上不方便，私底下我也会让娘家补贴一些。娘，我那2两银子凭什么都给了大嫂？哼，急什么？那小贱人蹦跶不了多久，银子早晚还是咱家的。玉儿，你手里要是还留着银子，就先借给娘，等把那100两贱债填上，那张契约自然作废。早知道就不该在那个小贱人面前漏财，到时候这个家就让你当。2两银子都没了，还想继续从我手里抠钱？做梦！娘，那2两银子已经是玉儿全部积蓄了，若不是想孝敬您，也不会让大嫂瞧掉。她肯定还有银子，不过没关系，轩儿总有办法。不管从谁手里出来的银子，最后都得落进我口袋。阿青的恶意值没清零之前，他们欠下的债可没还完，更何况算计和恶意都写在脸上，真当我是瞎子不成？渔获已经清点完了，江家村418户，每户20条，大小搭配。爹，婆母已经等了很久，能不能先给江家分鱼？这么多人看着，怎能明着偏袒？女儿才刚嫁过去，若是让婆母受了委屈，女儿以后怎么办？依我看，先给读书人家分鱼，秀才公日后若中了举人，也能给咱们村增光。有道理，江家有2个秀才公，先给江家分。看到了吗？想做什么不能自己先开口，要让别人主动替你说。以后争管家权也要学会这一点。女儿明白了，还是我们玉儿有本事，不像有些人只会让全家跟着吃苦。大嫂，娘她不是那个意思，娘是……弟妹不用解释，我怎么会生娘的气呢？老大媳妇儿，这些鱼卖了，银子可就算我还你一部分了啊！娘，这鱼是村子分给江家的，我和夫君也是江家人，江家又没分家，卖鱼的钱自然要充作家里买粮的银子。咋？我平日干的活还不够买粮食？娘和家里人干活，我发了工钱，可这些日子的粮食是我供着一家人吃的。这些鱼他居然也不放过！娘若是不服气，那这日子不过也罢。行，等轩儿想出法子，这个家迟早还是我的。蓉儿，今日留1条鱼吃，剩下的做成腊鱼，留着冬日慢慢吃。不卖就好，卖了银子也落不到我手里，不如留着家里吃，我好歹能分一口。婆母也帮忙吧。大嫂，我有些不舒服，先回屋了。二弟妹，签了吧。凭什么我也要签？二弟妹不是江家人。若不是婆母偷拿嫁妆，哪里会有这破契约？弟妹不是不舒服吗？回去歇着吧。他竟然不让我干活，就因为我逼玉清欢签了契约，他这气运也太邪门了吧！主人，玉清欢是这个世界的女主，有大气运加身，欺负她的人容易倒霉。倒霉归倒霉，这样好用的棋子我不会放。大嫂，大哥、二哥回来了，能吃饭了。昭昭，大哥如今真是能耐了，京城平阳侯府都有人给你来信，若不是我正好撞上送信的人，还真不知道呢。啥？京城平阳侯府是不是你？你没嫁过来之前，他什么时候给京城写过信？不过是写封信，娘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我虽不知道阿青为何给平阳侯府写信，但先护住他再说。反派恶意值上升，当前恶意值1万。闭嘴！危险等级提升，请宿主即刻抹杀反派。是啊，娘，我不能写信，为什么？不能让他和京城有联系，万一他知道了什么，轩儿怎么办？你娘也是担心你，京城都是大人物，万一你得罪了人，岂不是连累全家？兄长身体不好，科举都未必熬得住，江家以后还得靠我。你若得罪了京城的人，岂不是害我前程？老大，你给人家写信到底要干啥？平阳侯府的小公子想让我多替他写几篇文章，教他读书罢了。我呸！你骗谁呢？平阳侯府什么样的先生请不到，偏要找你？他读书不好，是我告诉阿青的。
阿青试着写文章过去，被看中，有什么问题？倒是二弟，你怎么会这么巧碰上阿青的信？他竟替我瞒下了。我今日进城吃茶，碰上一个鬼鬼祟祟的人，那信不小心被我撞开，我才看见。你拆了我的信！我说了，是不小心。你既然看了信，就该知道里面写的是请阿青交文章。可你这副带着全家来兴师问罪的样子，是想做什么？一个病秧子，凭什么被平阳侯府看中？这份机缘本该是我的。都是秀才，老大都会的，老二也会。这信老大拿着没用，让轩儿给小公子回信。老大，把平阳侯府的地址交出来。我是不是太仁慈了，让你们觉得不要脸也不是什么大事？你想干啥？轩哥哥，你怎么打人？弟妹别误会，我从不打人，我打的一般都是狗。讲道理，他们也配。你敢打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想要做什么？你这个黑心肝的东西，你看不到他打你弟弟吗？早知道你会害燕轩，当年我就该把你溺死。这一拳让你记住，不是你的东西，不要碰。这一拳让你记住，再敢欺负阿青，我会让你比今日痛苦100倍。这一拳是让你知道，这个家现在由我说了算，挑事我就打得你们服气为止。别打了，别打轩哥哥，我要去找我爹。站住！你要是敢出江家门，我保证你回来就可以守寡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封信是阿青的，谁敢再抢他的东西，我就打到他再也不敢伸手。阿青，收好，以后谁敢再碰你的东西，就告诉我。好了，该吃饭了，我都饿了。蓉儿妹妹，吃饭了。我这就去收拾。大嫂连二哥都敢打，以后绝对不能惹他。阿青，我们去吃饭。反派恶意值下降100，当前恶意值9900，奖励积分10000，兑换10瓶种田空间，兑换成功。有灵泉水催熟，小麦很快便能收成。不过灵泉水消耗的太快了，得再去山里找些好东西，换取新的奖励。轩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无碍。轩哥哥放心，我明天就去找我爹，让他想办法把陆昭昭赶出村子。我恨的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。现在最重要的是那张契约，只要契约还在，他就永远能压着江家。月儿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吗？当然，我既嫁给了轩哥哥，自然与你一条心。先帮我上药，这几日不要和他起冲突，一切等我安排。好，都听轩哥哥的。阿青不怕我，我今日可是打了人。昭昭说过，你只打狗。阿青说的对。平阳侯府的小公子读书困难，一直在找名师。我写了几篇文章和读书心想，送去京城换取银钱。这里是200两，娘子收好。200两，阿青可真厉害。有了这200两，我便能在县城开铺子，等确定了人选，就能找人去做生意，真好。还愣着干啥？赶紧起来干活！你男人不中用，又去城里抓药了，你还想躲懒？你可真是吵死！你敢嫌我吵？我是你婆母。婆母，现在屋里没人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应该能逃走吧？你敢？我早就交代过了，我要是死了，就让我儿子去县里告你。你和你爹为啥逃出来了的？你想害死你爹，就动手。我爹犯了什么事，我不知道。可我现在已经嫁进江家，婚书也递上去了。按本朝律法，若陆家真有罪，你们江家也一样脱不了干系。江家嫂子，江家嫂子在家没啊？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？一个药罐子儿子娶了个母夜叉媳妇儿，这日子可没法过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江家嫂子，这位是谁啊？这是我家老大昨夜刚娶的媳妇儿，你们说我造了什么孽呀？大儿子是个药罐子，家里都快被他吃药拖垮了。现在又娶个除了脸好看啥都不会的，我一把老骨头还得伺候他。心腹刚进门，也不能这么给婆母脸色看啊。是啊，你男人本来就病弱，吃着家里的钱，你也该懂事些。各位婶子说的是，我初来乍到，不懂江家的规矩，只是昨夜刚拜堂，婆母便要我把100两嫁妆全部交公，今日又骂我夫君是药罐子。我夫君12岁中秀才，是县里头名，每月5两俸禄，婆母全都拿在手里。这笔钱用来给二弟请先生买笔墨教树如，可我夫君的药钱却要他自己抄书去赚。二弟妹早啊，二弟这伤得好好补一补才行。大嫂，一会儿你跟着蓉儿去钓鱼吧，家里的鱼都做成腊鱼了，没什么营养。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人不是他打的呢，说的冠冕堂皇，还不是他想吃鱼。我可以钓鱼，但我和轩哥哥以后也要吃白面，不能一直吃粗粮。钓鱼是我给你安排的活，你干了活才有饭吃。可我已经交了2两银子，那2两银子是你和二弟之前的火活费。二弟许久没有干活，吃喝却一样不少。干活或者让江燕轩饿着，二弟妹自己选。我去钓鱼。大妹子，快开门！
野猪下山了，这会儿正在村里乱撞，村长已经带人去抓了，你们千万别出门。怎么偏偏有人来提醒他？我昨晚才让他受了委屈，今日野猪便下山，这场意外真是巧得过分。吴大嫂，你先带我们也去看看野猪吧。啥？大妹子，我自幼练过一些防身功夫，村里出了危险，总不能坐视不理。那可是野猪，不是家里的猪。正好，我还没打过野猪。二弟妹，你也一起去。玉儿细皮嫩肉的，去了能做什么？弟妹不是什么有福气的福气包吗？这种时候她在，说不定野猪更好抓一点呢。是她自己要去送死，那我便亲眼看着野猪怎么撞死她。我去。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大嫂让我来的。江家大媳妇，快回来！那畜生会要命的！冲过去撞死他！运气是吗？那便看看是你的运气厉害，还是我的力气更厉害。快躲开！完了，那可是秀才公家的娘子。猪肉记得分我大份的，弟妹，该回家了。怎么可能？这种意外明明该要他的命。乡亲们，这野猪能死全靠江家大媳妇儿。野猪卖了以后，先补偿被撞坏的人家，剩下的银子分江家一半，再拿些去修山口围栏，换点猪肉分给各户。有劳林叔了。这大妹子是不是强得过分了？我的运气竟然在她身上没用，运气哪里有力气靠谱？也不知道这野猪怎么就不长眼的下了山，倒像是专门给我送银子来了。傻妹子，这哪里是送银子？要不是你有本事，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人家呢。玉儿，怎么样？野猪死了吗？是不是你一去，他就自己撞墙死了？本来应该是这样的。你做什么白日梦呢？哪有野猪自己撞死的？分明是你家大媳妇儿一棒子打死的。他没一棒子锤死我，竟还是手下留情了。打不过赶不走，还得给他干活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饭好啦！哎，来了，大妹子，我先回去吃饭。谁要是欺负你，你就还手。我知道了。都愣着做什么呢？我去打桌椅和木桶。我去做饭。弟妹不用急，吃了早饭再去钓鱼。我也要去。自然，若你钓不回来，晚上二弟只能饿着了。他连野猪都能打死，我还是别惹他了。灵泉水稳定了，我和夫君每日一瓶。说起来，茶壶的钱还没算在婆母账上，90多两怎么够？欠我100两。主人，小麦成熟了，就得欠一辈子。有粮在手，心里才稳。大嫂，吃饭了。以前在林家，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娘，之前你砸坏的茶杯茶壶，我昨日买了新的，花了5000银子。你之前欠我99减6钱，这几日你们干活的1钱银子，我就给你抹了。现在娘还欠我100钱。你疯了？啥茶壶要5000银子？杂货铺里明码标价的，不信的话，你问蓉儿妹妹。我和大嫂一起去的，杂货铺里确实明码标价。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就这样，希望娘早日把银子还上。今日二弟妹和娘一起去钓鱼，蓉儿妹妹在家干活。我知道了。龙胆草，宿主采集龙胆草成功，解锁新品图鉴，奖励中级灵泉水2瓶，低级灵泉水10瓶，种田空间5平方米，种田积分2000。果然，最快的积分来源还是进山解锁新品药材。恩人，我可等着你了。婶子喊我昭昭就好。昭昭，我做了鱼肉捞饭，就等你来吃呢。村里分的鱼有限，一条活鱼能换好几斤粮，他竟真舍得拿来请我。姐姐净手。昭昭，你尝尝。我知道村长肯提前开堂，一定是你想的法子。昨日鱼卖了价钱，我换了粮食回来，省着些吃。我们娘几个总算能熬一阵子。婶子这是做什么？你救了我们一家子的命啊！婶子为了孩子四处奔走，我最敬重的就是你这样的慈母。这些年没人这么说过我，这可使不得。婶子请我吃捞饭是言出必行，可今年年景不好，这顿饭若换成粗粮，也够你们吃许久了。这银子不是施舍，婶子拿着它熬过今年，日后再请我吃10顿捞饭。昭昭，你放心，这恩情我们一家子记一辈子。我先回去了，改日再来看婶子。娘，是不是恩人不喜欢吃捞饭？恩人是好人，娘是哭，咱们终于遇见好人了。春起，我去给恩人家的地里除草干活。好，等春起了，咱们去给恩人干活。今年地里颗粒无收，粮价只会越来越高。趁现在手里有银子，得多囤些粮食。小九，有没有办法让小麦直接变成面粉？恭喜主人触发小麦加工任务，请为种田空间添置磨面机，全自动磨面机，售价500积分。小九，购买磨面机。磨面机购买成功，扣除积分500。磨面。小麦加工完成，
恭喜主人首次加工小麦成功，奖励终极灵泉水20瓶，种田空间30平方米，系统空间3平方米，武林高手秘籍1份，富安县地图1份，积分5000。解锁新种子大米，当前积分18400，500积分花得太值了。以后偶尔拿些面粉出来给我和阿青开小灶，也不怕没法解释。小九，把剩下30平方米土地全部种上大米，谁会不想吃白米饭呢？大嫂，大哥和二哥回来了，能开饭了吗？昭昭，阿青怎么了？亲家在家吧？在呢，亲家来的正好，家里炖了骨扣汤，一起吃饭啊。娘，咱家的饭都是定量的，你要请客就拿自己那份招待林叔林婶吧。我是来送银子的，野猪卖了130两，除去补偿还有修围栏的钱，剩下80两。亲家，这银子你收着。村长，野猪是我打的，我同意拿一部分银子给村里谋福利，可谁同意你把我的银子交给旁人了？那可是你婆母，你一个心腹拿这么多银子做什么？林婶子说的有理。娘，现在立刻把银子捡起来，交到我手里。我这不是想先帮你拿着吗？江秀才，你怎么能让媳妇儿这样欺负你娘？你娘把你养大多不容易。那林婶子觉得该如何？自然是把银子交给你娘，管家权也该还回去。儿媳妇孝顺婆母，天经地义。听闻林家三公子被郡里太守千金看中，林婶子这番话我虽不想听，不过太守千金也许愿意听。我有位同窗正好与郡里太守府相熟，明日我替婶的带话。江秀才，我刚才那话不对，儿媳妇的嫁妆自然不能乱动，赚的银子也该自己收。既然错了，为何不道歉？大哥，我爸娘年纪都大了，年纪大了便不用道歉。我家阿青平日话不多，护起人来倒是很好看。道歉。昭昭，婶子刚才说错了，这是道歉的态度。那你想怎样？林婶子2次让我不痛快，害我气血虚耗，正好我家里缺2只母鸡。2只母鸡可不好养，可刚才那话若传到郡里，三儿子的亲事就悬了。给，一会儿就让人送来。今日这事，我希望是最后一次。玉儿，今日这事我也没办法，大哥说的那个人我确实不熟。轩哥哥，大嫂今日又让我干活，还让我去钓鱼，他太过分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想办法。要是陆昭昭能掉进水里淹死就好了。阿青，这些草药明日拿去卖掉吧，卖完药再买些粮食回来。今年地里没收成，粮价只会越来越高。好，明日我去米铺，让他们晚些送来。怎么了？昭昭今日打了野猪。是啊，野猪还挺值钱。若他伤了你呢？阿青担心我，下次我躲远些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真的。大哥，屏风和浴桶给你们拿来了。阿青会作画吗？会。那得空时替我在屏风上画些东西吧。好。大嫂，醒醒，家里还等着发粮食做早饭呢。老天爷还是眷顾我的，既然雨已经下了，那用不了多久。蓉儿妹妹，咱们一直这么等着她不起，难道连饭也不能吃？粮食都锁在大嫂屋里，她不起，只能饿着，总不能把我煮了吃吧？真下雨了，剧情里江家村可一直没下雨。她说会画画，竟是这样会。打着伞，把面拿去厨房。今日白面做面条，玉米面你看着做，再打个汤。好。大嫂，面没都切完，我怕你吃不完，剩下的留着晚上再切。做得不错。没出息的东西，被人当丫鬟使唤，还高兴成这样。这雨要是早些下，地里的庄稼也不至于全死了。公爹，都是玉儿的错。若是玉儿早些为村里求雨，也许庄稼就不会。这雨是你求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想着公爹和娘那么辛苦，若能下雨歇一歇就好了。也许只是巧合吧。啥巧合？这一定是咱们玉儿的福气。咱家玉儿就是大福星。那正好，下了雨，山里就能长蘑菇了。二弟妹可真是为我着想。等山里出了蘑菇，你们都去采，山边的留给村里的老弱病残。你们都往里头走。我明明是想让他们知道，我能给江家带来福气。不过我倒是好奇，二弟妹既然这么有福气，怎么地里干旱成那样的时候，没想过让村里赶紧下雨？我也不懂这些，也许今天只是巧合。玉儿啊，你以后还是别乱想了。你说说，干旱的时候你咋不想呢？都是我的错。这场雨下了1天1夜，连河床都冲垮了。阿青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得去县城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。公爹去修河堤，三弟继续做床，娘和二弟妹收拾院子，再去捡些鹅卵石回来铺院子。这个小贱妇，真是变着法折磨人。在林家时，我哪里干过这种活？你跟我去城里。大嫂，咱们去城里干啥？去看看我夫君。大妹子，你就是江家的大儿媳，那个打野猪的。我是江燕青的娘子。哎呦，咋是这么水灵的闺女啊？我还以为得满脸横肉，巴掌比熊掌还大呢。
我的美貌没传出去，打野猪倒是传出去了。大妹子，你这会儿进城干啥？城里可乱着呢。城里出啥事儿了？我二哥还在城里呢，我大哥也在呢。昨儿个大雨冲垮了河堤，不少地方遭了殃，好些村子过不下去，现在都在闹呢。多谢张嫂子。婆母，这到底是我夫君拖垮了江家，还是江家拖垮了我夫君？江家嫂子，这也太不厚道了吧！人家新媳妇才嫁过来，咋还不能歇一日？你不是一直说都是家里给老大拿药费才拖垮了江家吗？老大自己有俸禄，那这些年他的要钱咋还要自己抄书赚？你们少在这儿嚼舌根，我家的事轮得到你们说？这些事我从未对他说过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母亲，娘子哪一句说错了吗？江家嫂子，你这个当娘的确实偏心了些。就是他明明是秀才公，却瘦得像风一吹就倒。新媳妇儿倒是个明白人，滚滚滚，都给我滚！我们江家的事和你们没关系。也太偏心了，秀才公这些年可真遭罪。老大，你听见没有？这个女人才进门一日，就把江家的脸丢尽了。你现在就给我休了她，她就是个丧门星。胆子倒是不小。母亲，昨夜刚拜堂，今日便休妻，传出去，旁人会如何看江家？何况江家刚收了陆家100两嫁妆，若今日休妻，旁人只会说江家贪财博弈。此事传到县学，先生又会如何看我？娘，大哥说的对，现在不能休。你们一个两个都被他灌了迷魂汤。3斤荷花凸，3斤红豆糕，4斤脆糖片，一共5闲银子。女客拿好，今日城里太平，早些回家。店家，你这铺子开了多少年了？祖传的，得有100多年了。怪不得味道好。不知附近可有铺子要转？这条街往里第8家的茶水铺不准备做了，女客若有兴趣，过2日让家里人来瞧瞧。多谢老板。大嫂，你要买铺子啊？我只是想着，若家里有个铺子，也不用这么辛苦。那咱家得攒多久银子才能买铺子啊？你觉得呢？若一直能采到药材，大哥有月俸，二哥再抄些书，也许3、5年。太久了，还是先买壶茶吧。这种事不敢想。哦，我的铺子自然不会让江家人插手。等回头买些地，他们全都下地干活去，谁也别想跑。女客要吃茶嘛，打一藤乌茶，再劳烦婶子卖我一个藤壶。茶水20文，藤壶80文，一共1000银子。去买些盐，拿着。我就知道。大嫂，咱们还得走多远啊？急什么？这位大哥，我找你们书院的江燕青，我是他娘子。夫人找江燕青，我与她带你进去。京城礼部侍郎周大人的二公子朱之礼。你，陆昭昭。娘子，我不曾对你说过江家的事，娘子是如何知道的？这夫君果然没那么好糊弄。猜的，一个12岁中秀才的长子病得这样重，身上穿的却是旧衣，药还要自己去买。婆母一开口，说的却总是二弟的前程和家里的银钱。况且夫君生得这么好看，相由心生，自然是好人。若我不是好人呢？那也没关系，我喜欢好看的。买药是顺手买的，娘子昨夜未曾好好吃东西。如今荒年将至，粮食已经贵了，鸡肉馅便是不便宜。你自己吃了吗？我不饿。明明饿得脸色苍白，还说不饿。张嘴。反派恶意值下降1，奖励积分100。这美人夫君还真值钱。吃吧，我真是造了孽了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还要伺候你们2个祖宗。老大，你这个月抄书的钱呢？饭是稀的，人是病的，还有一群吸血鬼惦记我的嫁妆，只守着100两银子，早晚坐吃山空。得去山里看看。检测到宿主生存危机意识增强，种田主线开启，采药、挖野菜、狩猎、挖鱼均可获取种田积分。先去山里看看有什么值钱的，先把夫君的身子养好再说。婆母，家里不是快揭不开锅了吗？我下午去山上挖野菜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当然，不过我初来乍到，不认识路，让蓉儿陪我一起去。我一家人嘛，总不能只让我这个新媳妇干活。新手任务即将开启，任务奖励积分，采药熟练练，未知隐藏奖励。娘子是何意？夫君身体虚弱，不易劳累，抄书的事先停了。这10两银子先拿去抓药买粮。这是的驾逢大变，只剩这100两银子傍身，怎么就轻易给我一些？日后夫君好了再给我就是。为何给我？你是我夫君，我不给你，给谁？他到底图什么？剧情里他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病情恶化的，没钱买药，没粮养身，最后拖坏了底子。现在他是我挑的夫君，总不能让他早死。何况未来首府养好了，我也不亏。你去哪儿？买米。跑什么？害羞啦？反派恶意值下降3，奖励积分300，请宿主尽快还清积分，
刚好趁现在去山上看看。娘，我不去，山里那么晒，我会黑的。让你去就去，别让他太早回来。想趁我上山翻屋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原剧情中，江蓉儿一开始嫁进了县里的大户，后来男主一家改换门庭，她嫌夫家不够富贵，便撒谎说人家对她非打即骂，最后害得人家家破人亡。江家这一窝，果然没